在上期的影片中，我们展示了如何为我们的 SAMD 微控器烧入 Bootloader， 使它成为标准的 SAMD Arduino。原本是计划在烧入了 Bootloader 之后，只要一步步的参考开发版来加上所需的硬体周边，之后就能排除对烧入器的依赖，透过它自己的 Native USB Port 来更新程式，并且像开发版一样的稳定执行。然而说来漏气，因为在后来我们接上 USB Port 之后，就不太能正常工作啦，所以我们上一部影片只能说是做了半套。因此今天的这部 Part 2 就是要接着上次未完成的部分，并探讨更多启动相关的细节。如果您也对 SAMD Arduino 感兴趣，那您一定不能错过这次的实验。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是否能对这个 SAMD Arduino 的启动过程能有更全面的理解吧。首先，接着我们上一期影片的最后，也就是烧完 Bootloader 以及 Blink 程式之后，准备要启动的阶段，移除 DevLink， 原本打算要让它 Free Run 的时候，我们的 SAMD Arduino 竟然马上就给我躺平不动啦。不过，一般这个时候，无论如何，我们都得先确认一下电源的实际状况。果然相当精彩吧？电源的品质长这样，再强的微控器都必定会疯狂宕机的。不过这也只是因为电源线太长了，交流阻抗过高所造成的。把电容安装上去，马上就能获得改善。再来，接着我们上次影片未完成的部分，也就是透过自己的 Native USB Port 来进行烧入了。现在我们的电源正常， VDD 扣电压也正常， Reset 呈现高电位，影响是否工作的主要因素就剩下系统时脉了。我们参考一下 Arduino Lilo 开发版，它其实是有安装 32.768K 外部振荡器的，因此我们把这个安装上去后，果然就能正常工作了。但难道 SAMD21 微控器其实不能以内部振荡器来工作吗？当然不会是这样的。我们看一下 SAMD Arduino 系列其他的开发版，看看有没有版上本身就不带 32.768K 振荡器的。我们马上就可以找到这块 Nano 33 IoT 开发版，它的 X-in、X-out 角都是空着的，因此它应该就是完全透过内部时脉在工作的。我们现在将我们的 MCU 烧入成 Nano 33 IoT 的 Bootloader， 然后再用 Nano 33 IoT Bootloader 烧入 Blink 程式。当然，这就需要手动将 MCU 停留在 Bootloader 阶段，避免它自动执行主程式。完成后，真的就可以正常开机了。列举出来的 USB 装置也显示了开发版的名称。现在我们将外部振荡器移除，让它完全以内部时脉来工作。那我们原先采用 Arduino Zero Bootloader 却无法正常工作，这之中是有什么蹊跷呢？这时我们需要来参考一下 SAMD Arduino Bootloader 的 Source Code。其中初始化阶段有个 Crystallis 巨集，决定了系统要初始化为采用内部时脉还是外部时脉。因此，如果没有定义为 Crystallis， 那就会以外部时脉来进行工作。我们可以找到 Nano 33 IoT 的标头档，里面就有个 Crystallis 巨集被定义为1，而 Zero 版本身的标头档似乎就没有这个定义。所以，如果我们要让我们的 SAMD Arduino 利用内部时脉来工作，目前来看应该有2个方法。其一是需要帮我们采用的 Bootloader 加入 Crystallis 巨集，重新编译后上传。但重新编译 Bootloader 并上传的这个过程，感觉起来总是有点麻烦，所以贴心的 Arduino 就帮我们将一些重要的系统变数全部都整理出来到这个 board.txt 档案中。我们可以直接编辑加入负 d Crystallis 等于1。之后，全部的程式就都会工作在这个状态下了，完全不需要自己改程式的。而另外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就是干脆将我们采用的开发环境直接设定为
以 Nano 33 IoT 版来进行，这样直接就能以内部时脉工作啦，完全没有额外的问题。最后，我们现在就用 SAMD21 的 Native USB Port 来烧录程式。将 LED 接在第29角后，呈现了渐暗的灯号，代表程式更新成功啦。我们今天的实验就到这边，感谢您的收看。之后就要来看看是不是能用我们自己做的开发版进行更多有趣的实验。所以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点赞分享。预祝您新的一年专案顺利，心想事成。我们下部影片见啦，拜拜。